Hello，嗨，自己分享如何摆脱轮回。摆脱轮回，嗯轮回不是宇宙间自然的定律，不是一个固定的法则吗？我嗯，们要来打脸宇宙吗？还是要改变什么？对啊，我就是不想轮回，我就是叛逆啊，就是不要啊，不愿意啊，该怎么就是办呢？不要，就是不要。大家都轮回那么多嗯，次，又不是第一次轮回，还不习惯吗？就是不想死啊，就是想要掌控，想要自主啊。死了 N 遍了，还不习惯吗？自主，摆脱轮回，这个让我想到了很久以前一件事情。嗯有一次我在很久以前灵魂出窍，嗯然后遇到一个所谓的大罗金仙。嗯大罗金仙是就是以前用道家修行练内丹的方式，然后什么出阳神，然后后来变成一个仙这样的存在，然后他就可以在宇宙间，然后遨游四方，然后暂时就不受轮回这样。那我遇到他，然后他发现我是一个奇特的存在，然后我们就沟通了一下，然后他就问说，他说他的修炼方式可以让他逍遥自在，我就反问他，我说你逍遥自在没有错啊，但是你逍遥自在过后，你还是要轮回啊。他说是没有错，但是可以很长时间都不需要轮回。我说不管再长的时间，你还是得面对轮回啊，你还是一样免不了要面对轮回啊。然后我就分享了我的看法，然后他就有所领悟，然后他就改变了他的看法，然后就去修行去了。那他也把他如何修成仙的方式分享了给我听，我现在还记得大部分的内容了，就是有这么一个故事。那如何摆脱轮回，包括连大罗金仙都没办法摆脱轮回，到底怎么样摆脱轮回？这个真的是一个大题目。这一集这么大的一个题目，好像整个像佛教啊，整个不就是要摆脱轮回、离苦得乐吗？我们一集怎么能把整个佛教内容给它讲完呢？或者说去突破这个呢？那大家轮回了那么多次，怎么样去摆脱轮回？能够说得完吗？能够说得出来吗？轮回其实就是不断的一直重复，我们每天都在轮回啊。其实有谁摆脱过轮回？我们一直以为生死啊才是一个轮回，其实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一直在轮回啊。就比如说我不爱吃什么，那我今天看到那个吃的东西，我会觉得很恶心。然后我投出这样一个信念，然后下次又会碰到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又会碰到同一盘类似的东西，然后我又觉得好恶心。然后第三次又觉得好恶心，又觉得好恶心，这不断的循环就是轮回啊！我就跳不出这个过程。那这是一种轮回啊。另外一种就是每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，我们以为只是单纯的睡眠，其实我们就已经轮回了一次了。一天有一天的轮回，一辈子有一辈子的轮回。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轮回，只是我们醒过来的时候还记得前世的事。什么叫前世的事？就是昨天的事。我记得，我昨天是谁哦？我已经睡觉，然后现在醒过来，哇，早上了，那就是一个轮回啊。我们每天都在轮回，我们何时跳出过轮回？那我们一天的轮回没办法跳出来，我们每一辈子的轮回其实也是这样一直这样重复，没有跳出来过。如何跳出轮回？这个题目好大，很大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试试看，能不能解开这个轮回之谜，把它跳出来。那双生火焰只要一相遇就，那一世就不会再轮回，那又是为什么？有这个说法，而且这个说法是真的，是真的正确的。到底为什么不用轮回？其实只是双生火焰遇到，就是刚刚我们之前有说过那个生命进化的这个时钟，已经进化到50几分的地方，双生火焰才会遇到。当他们遇到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他们在这一世就会走到60分，回到原点，也就是开悟，然后证悟，然后就跳出轮回，然后就不需要再轮回。是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个点，然后相遇之后，然后就会走到这个点这样。今天不是要谈双生火焰，只是带出了这个主题是说，双生火焰是最后一世，是为什么最后一世？其实它是因为开悟解脱而了脱生死而解脱轮回，而不是双生火焰就是最后一世，然后再来就没有了。为什么再来没有？其实每个人都一样，跳脱轮回解脱只有一个方式，就是开悟。解脱轮回就是你直接跳出游戏，你才可以不被游戏控制，就是这样。这是一种方式，那这是唯一的一种方式，但是这种方式不一定是在活着的时候来达成，很多是在死亡之后达成的。要离开轮回，彻底的离开轮回，只有开悟，就登出了游戏之后，然后慢慢你对游戏的里面一切内容都消化它，慢慢变淡了。然后这时候你对游戏已经不会执着，这时候你就可以关掉游戏不玩了。这时候就真正离开轮回了。
除了这种方式之外，另外一种就是你能够完全保持观察者的角色，在每一分每一秒，那你不会被他拉着走，然后你在死亡的时候，我们会被轮回拉去投生，那个引力会被拉去投生。那你在那个会被拉去投生的时候，你能够看住自己的念头，你只是看着它，而不跟随你的念头，这时候轮回也拉不走你。在那个死亡的状态会有很大的引力，就是所有念头噼里啪啦跑出来，情绪，然后跟着那些念头跑出来。这时候你能不能很稳定的站在那个观察者的角度，而不被拉走，这个就是很重要。只要你能不被念头拉走，然后你就可以不被轮回带走，就可以离开轮回。那这时候你既然可以离开轮回，你就可以自主想要去哪里投生就去哪里投生，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。而且你入胎会不迷，你会记得以前的事情。那你还可以保持那个观察者的角度继续生活，在另外一个故事里面继续生活。那只要你不失去那个观察者的角度，你还是能够稳稳的抓住，然后不被轮回拉走。这个是，所以不管了脱生死，就是你必须先变成玩家，才能够有那个观察者的角度。你是一个玩家之后，你就可以决定要不要玩。而且当游戏它要被拉进另外一个场景的时候，你可以控制那个人物不被带走。所以必须要开悟，不管你要变成玩家，或者说直接关掉电脑然后不玩，不管是要回家，或者是说暂时以玩家的身份却不被轮回拉走，你都得开悟。都得开悟。那必须就是有不玩的决心就是我什么都不要，不是吗？什么都不要这种决心，其实它不需要是恒久的，就是你不需要说你什么都放弃，然后什么去出家当和尚啊、尼姑啊，然后放弃一切，然后才能够体会到跳出来变成玩家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连什么我要玩，我要什么都，这些信念都没有啊。不是这样子，这些东西它只是我们个人人格的一种想法跟念头。想法是念头是被我们看着的，而不是我们是那些念头。念头来来去去是可以让它跑来跑去的。我们是要稳稳抓住那个观察者的角色，只是我们还没开悟之前抓不住这个观察者的角色。有时候我们在观察啊，有时候又不是在观察。那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保不住那个观察者的角度，所以我们在死掉的时候或轮回，就会被轮回在那一瞬间，因为很强大的念头引起很强大的情绪来袭的时候，这个观察者的角度就不见了，我们就被拉走了，就去轮回了。差别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必须保住这个观察者的角度。那怎么又能保住观察者角度？那所以一定得开悟。开悟它不是需要放弃所有东西才能够开悟。可是你要叫人保持观察者角度，但你又说要开悟才能保持观察者角度。没错，所以就是要开悟。所以没开悟都不能保持观察者角度吗？没办法持久恒久的保持观察者角度。我冥想要打坐。那有啊，有人这样子啊，有人一入定，然后2000年过后出定，他还是要轮回。就是你可以在那个定境中，然后完全没有念头，这时候不会被任何东西拉着走，轮回也拉不走你。但是你就定在那里，做了2000年、3000年，然后你做完之后出来，你还是得面对同样的问题。那这样我们叫人家你要保持观察者角度啊，不是都没用啊？你没开悟就没办法保持观察者角度啊？不是，保持观察者的角度有分恒久的，就是你永远离不开观察者的角度，这个已经变成一个恒定的事实。你24小时都保持观察者的角度，每天不中断，就是开悟。这就开悟之后才会这样。那我们现在是先学习保持观察者的角度，才容易掉进开悟。所以是那这个真的要讲清楚，不然人家就以为没差，就是观察者角度就是我看着那念头，但其实还是没有保持观察者角度。这其实很简单哇！我看着我的念头，忽然有一个人跑过来，噼里啪啦把你骂一顿，或者打你一巴掌，你的观察者角度还在吗？没了吧？没了吧？到哪去了？对啊，这个就是轮回我们会遇到的东西啊。我们死掉的时候，瞬间一大堆幻象出现，然后一大堆念头跑出来的时候，你的观察者角度还在嘛？这个就是重点了。为什么苏东坡跟佛印然后讨论什么八风吹不动？为什么要八风吹不动？就是你能够保持那个观察者的角度，不管你的外在或者你的人格受到什么样的攻击或受到什么样的事件，那你能保持住那个观察者的角度，这才能够八风吹不动。八风吹不动，轮回才拉不走你。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观察者的角度才是最重要的。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？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意识。我们的想法啊什么那些都是被我们所观察到的，那些东西是会变动的。但是意识
的本质是不变的，意识的本质就是觉察，觉察就是我们的观察者角度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。你把生命的本质抓得牢牢的，然后其他会变的，它在那边变，就拉不走你，因为你站的是这个地方，是那个观察者的角度。你不管世界怎么变，轮回怎么跑，你这个东西只要立足点抓得稳，你站在这个点，就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你拉走，轮回也拉不走你。这个就是观察者的角度。如果有人问说，那如何开悟？我们有许多有关开悟的影片，还有引导开悟的影片，大家可以去我们的频道搜寻双生子燕。这集是向内探究、引导开悟的影片。引导开悟的影片，以后还会有更深的引导的影片。那最重要的就是，你如果真的要解脱轮回，你真的必须要开悟，你才能够抓稳那个观察者的角度。那另外一种方式是，你可以去用信念去显化实相。我显化出我能够长久待在这个世界的信念。那你也可以待得长长久久的。那等到你不想待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开悟，然后解脱轮回。就其实我们这个世界，你看世界的科技其实发展的非常快，很快的在医学上很可能就会有 DNA 的科学出现，然后人的生命其实就可以，无论是器官啊各方面啊都可以去培育出新的来，然后人体也可以用 DNA 去让你的人体能够恢复年轻、恢复健康。那这时候我们的生命其实就可以延长很久的时间，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开悟。你就算暂时没有开悟，你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开悟。慢慢这个世界就会改变了，对于人的寿命就不再是人类目前的状态。可是还是会死啊，不是吗？还是会死啊，还会是对啊。所以最彻底的方式一定是要解脱轮回，一定是要跳出人的这种机制，回到玩家。开悟解脱轮回，不是开悟了就能够解脱轮回。开悟之后还会经过一段时间，你得去面对。一开始开悟之后，你那个观察者角度，距离你的人物，距离这个世界其实是蛮近的。就是你虽然跳脱出来，你还是用比较靠近的角度去看待。这时候如果你遇到比较强烈的事件，或者会引发你情绪的东西，你还是很有可能你的那个角度在某一个瞬间会被吞掉，所以被拉进去。所以你必须要把现实中就是游戏里面所有的信念都慢慢去消化它。你一边消化，你的观察者的角度就会离你的世界越远，越来越远。这时候你要保持就非常的容易了。所以开悟后还是可能会被拉进那个信念角色里面的。刚开悟的时候这个很远但是很快你拉回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变成比较近，然后你就会认为我还是保持了观察者的角度，但是这个东西你就是要一段消化的时间，然后你这个就会越来越远。可是，所以即使开悟也有可能很融入角色，然后没有观察者的角度。不会，但只是这个你遇到很强的，就是当我们死亡的时候，那种比我们活着还大了很多倍的这种心念跟情绪来袭的时候，你这个可能是会不见的，会被拉走的。只是你活着的时候还靠得太近，所以开悟后不是开悟，你80岁开悟，然后81岁死了，你不是在那个时候就一定能够解脱，还是需要时间的。所以我们尽早想要真的要离开轮回的话，开悟后也不是完全解脱。开悟后当然不是完全解脱，开悟只变玩家而已你真的完全解脱是拍拍屁股关了电脑才能够解脱，就是不被游戏拉走了就回家。